2025年对游戏行业来讲，其实是 Sweet Baby 或者 DEI 冲击游戏行业，最后却彻底碰壁的一年。像姓名特工、魔咒之地，还有地平线里的大妈脸角色，教授光芒里的拉万都是典型例子。最近我看了老一的视频，他聊到了斩杀线这个点，最近这个概念特别火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心里冒出个念头，特别想做一些视频聊聊 Sweet Baby DEI 对游戏行业的冲击。本来我搜了大量的相关材料，都是围绕着 LGBT 这些因素展开的。我越琢磨越觉得，通过收集的这些材料来获取对 Sweet Baby DEI 或者 LGBT 的印象来讲，通过老易的视频观点结合来看，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认知。对的 Baby DI 这些内容呢，根本不是什么很正面的东西，它反倒像是拯救美国社会的一剂毒药，偷偷的饮鸩止渴。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，LGBT 对游戏行业的冲击挺明显的，很多游戏都被硬塞一些多元化平等的角色给毁掉了。他们仿佛成了这些游戏的必选项，而且在美国，这事似乎还跟政治绑得特别紧。就说美国的领导人，比如说上任总统拜登，他上台的时候就把保障 LGBT 群体的权益当成了重要的筹码，变成他们关键的票仓之一。咱们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肯定有这种感觉，游戏里强加的这些多元性别角色真的特别扰乱整体的审美，这些角色的形象根本不是什么健康审美，背后可能是政治隐喻、政治符号，甚至上是社会政治正确给予的压力。这是我一开始的看法。再说 LGBT 的概念在游戏行业能够兴起，在美国来讲还有一个背后原因，有这么一家公司创始人及核心成员们，他们不仅推崇 LGBT 的理念，他们似乎还带着对白种人的歧视。这些公司的主要领导层以女性为主，还有一些不可定义的性别，充满了一些在二元性别社会中比较扭曲的思想。这家公司为什么能让 LGBT 渗透到大量游戏公司里呢？因为有些游戏公司的高层甚至是 Sweet Baby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或者高管，他们身兼两职。更过分的是，这家公司的人员在采访或者对接的时候还会威胁别人，你的游戏里如果没有 LGBT 的内容，没有性别平等内容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这时候大家肯定会纳闷，凭什么他能告这些人呢？在美国告人不违法吗？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美国社会跟我们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，这点我后面会再细说的。不过这事最后也没有成气候，因为加了 LGBT 或者 DI 的内容，游戏根本不被玩家买账，甚至遭到了大量抵制。那既没好结果，也没有任何收益，慢慢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又有不少有话语权的人站出来反对 LGBT， 反对 DI， 还得到了大多数玩家的支持。大家都觉得多样化、性别平等的内容把游戏核心玩法和内容都毁了。但往深处想想，这些人反对 LGBT 背后还有更深的逻辑。我个人对于 Sweet Baby 或 DI 的内容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，大家可以对我的看法提出建议和批评。我认为 Sweet Baby 和 DI 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反污名化，但这事特别讽刺，他们首先给自己安上弱势被欺负的罪名，再站出来自己反抗这个罪名，强行搞所谓的程序正义，本质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，再反过来反对自己捏造的一个处境。不管是 Sweet Baby 还是 DI， 还是所谓的女权，都是这条路子。在看了老易的视频之后，我对这事有了新的理解。LGBT 对于美国来说呢，可能不是什么解药，而是类似于饮鸩止渴的致命毒药。接下来我们就聊聊第二个话题，结合老易所讲的斩杀线、西雅图圣诞夜的冰米叶、糖霜苹果、美国医疗这些内容，我大体聊一下 LGBT 为什么在美国社会，特别是游戏行业能够流行的原因。按照老易的说法，我们先假设他说的90%的内容都是正确的。那么在美国，一个人一旦生病，日子就彻底垮了。首先，他需要对公司隐藏自己的生命状态，不然的话，公司很容易把他辞退。那么这个人首先要去治疗吧，找医生报账单、报检查，每一项流程都特别繁琐，光检查就得4、5步，而且每一步都要间隔3、4个月。这期间只能吃医院开的止痛药，而美国止痛药跟国内的止痛药是不一样，特别容易让人上瘾，往往病还没治人就先染上毒瘾了。就算熬到了侥幸治好病的情形，巨额账单也能把整个家庭拖垮。更现实的是，一旦生病，你的伴侣可能就直接跑路离婚了，公司也会毫不犹豫把你辞退。我对美国社会并不太了解，但结合老易所说的内容，能明显感觉到美国社会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，甚至是一个分层的奴隶制社会。没钱的人呢，就是任人宰割的奴隶；有钱的人则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里面，完全是强者生存、弱者淘汰的规则。有钱才有人权，没钱连活不下去都没有人管。人在这儿呢，根本就不算人，甚至是可以交易的商品。马斯洛所说的那些需求，就是安全感、被尊重，在底层美国人的眼里就是奢望，甚至连死后的尸体都可能被贩卖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。那为什么 LGBT 能成为美国人的救命稻草？
当然，其实跟美国的医疗制度息息相关。普通人得了大病，动辄10几万刀的医疗费用根本负担不起，只能变卖房产掏空家底，最后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。而在美国，没有固定住址，连工作都找不到，彻底陷入恶性循环，最终被这个社会斩杀。这时候 LGBT 就成了一个出路，只要声称自己想做变性手术，就能获得免费医疗。因为在美国，变性相关的医疗被归为政治正确的范畴，必须免费提供，而且做手术前，医院会帮你把身体调理到健康状态。你要是不提供免费医疗，这些做手术的人就可以告医院歧视。说白了，很多声称做变性人手术的人根本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，而就是为了真正获得免费医疗，保住自己的命。像美国的很多群体，它本身可能是某个总统的核心票仓，而人生一旦遇到生病这个难题，就彻底脱离他自己的阵营了。因为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和社达的规则下，没钱就等于没了存在的意义。要么染上毒瘾，医院开的止痛药本身就很容易成瘾，要么就在等待治疗中慢慢垮掉。据网友所说，美国人之所以吃糖吃得很厉害，大量的食品加糖加得很严重，就是因为他们吃大量的止痛药造成他们的味觉退化。所以美国所谓的 LGBT 的票仓，包括游戏被 LGBT 或 DEI 的冲击，本质上是大家被逼出来的。为了应对生病后的绝境，只能抓住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们支持 LGBT、DEI 进入游戏行业，也根本不关心游戏好不好玩，毕竟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也都不知道，谁还在乎游戏里有没有这些内容呢？对他们来说， LGBT 不是理念，而是活下去的手段。虽然 LGBT 在游戏行业中的盛行，不管是所谓的公司进行运作，联合其他游戏公司进行威胁，这些内容仅仅是手段，本质原因好像是美国人民绝境的一种需求，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生存方法。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，在 Twitter 或者是油管，你搜 Caroline， 也就是斩杀线，能发现一堆耐人寻味的管控痕迹。如果本土聊斩杀线的视频播放量都一般，而这个话题的大多数都是移居海外的亚洲面孔的博主，还清一色的否定美国的斩杀线的相关内容。国外社交平台上外国面孔的博主聊这个的极少，但是在这些极少的视频下面，依然有美国或其他海外网友的英文留言，几乎都认同斩杀线的说法，还借着这个话题诉说自己的难处和诉求。我觉得老易的故事虽然有加工，但90%以上都是真实的，而推特、油管对这个话题的管控都很明显。哪怕斩杀线在各国的头条已经爆火了，但国外平台依然被塑造成了一个小话题跟冷门话题，讨论度被管控的极低。相关视频平台基本不推流，唯独一个2周之前发的纯科普斩杀线含义的新闻视频达到了24万，其他的视频全都不超过4万播放量。推特上的斩杀线内容中文内容的讨论度是很高的，手术的英文内容是以一些亚洲面孔的博主来聊的，他们聊的内容就是纠结斩杀线的英文发音标不标准的问题，并不会真正的去聊斩杀线的内容。这些数据都明显被限流了，也正因为这些数据播放量低，评论区的声音反而显得更真实。这么大的议题被刻意压制，本质就是话题管控。Caroline 这个词在国外媒体的眼里就是需要被限制公开讨论的关键词。更可笑的是，油管不少100万粉丝的海外大 V 还在为这事洗白。我发现这类海外博主看问题是毫无逻辑的，只要聊中国发展，就是说中国发展是靠运气的。国运当然很重要，可是全靠运气那也太唯心主义了吧。世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只有运气不落实不努力怎么发展呢？而且怎么就能确定发展方向是对的呢？发展方向路径可都是很多的。为什么你的精神祖国日本运气没那么好呢？发展没那么顺呢？运气只是实力者的谦词，可中国的发展明明是政府引导制定政策，全国人民踏实执行靠勤劳换来的。我们虽然走了弯路，有过失败，但大方向一直是稳步向好的。有的博主洗美国，就说斩杀线或许存在，但是美国下限低上限也高啊，有发展的无限可能啊。这又出现一个巨大问题，美国底层人民是不是人？他们算不算人呢？有的人处于下限低的时候就被斩杀，根本没有改善提高生活甚至上限发展的机会，这个时候底层人民就没有人权了。那好了，是不是中国下限比美国日本高，起码不会饿死人呢？我觉得上限也有机会跟美国比较。那综合来看，中国发展机会、人民幸福的可能性是不是比美国日本高呢？从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到现在的斩杀线墙外的封闭程度，真的一点也不低。同一个斩杀线话题，一边是海外的亚洲面孔的博主极力驳斥，一边是国外网友大部分的认同，两种声音形成了极致反差。斩杀线目前在国内是火爆的话题，在国外也有很高的讨论度，就因为国外的管控成为了当地公开场合的冷门话题。国外一向标榜言论自由、公开讨论，却对这个话题做着明显的限流和控评，这一点真的是太耐人寻味了。借用国外网友的一句话，因为自由包含了支配他人的自由，这就是为什么最自由的社会也是最不自由的社会之一。
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吗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。社会主义社会最低生活的保障是这些国家某个政党选举的口号，而且仅仅是口号。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片面思考，如果你对美国社会比较了解或有不同看法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聊聊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游戏 UP 主，那我所能聊的内容仅能到此而已。要聊社会政治话题的这些内容并不是我的主业，并不适合在游戏频道里讲这些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